就在几天前，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结果出炉，志在必得的菲律宾惨败给了吉尔吉斯斯坦。为了这个席位，菲律宾准备了整整2年。他们布下了自以为聪明的3步棋，紧抱美国大腿，把反华当投名状，拉拢日本搞事。他们天真的以为，只要跟着美国和日本走，就能在东盟内部做大，成为亚太的关键玩家。美国动用了全部外交资源拉票，挨个施压盟友站队。可结果呢？除了五眼联盟、日韩、北欧、荷兰、新加坡、以色列、乌克兰、帕劳这些美国的老跟班，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投给了吉尔吉斯斯坦，连东南亚内部也只有新加坡一家支持菲律宾。这场惨败表面上是2个亚洲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较量。菲律宾输得这么难看，本质就是天下苦美久矣。谁强大家就帮谁，这个世界就这么现实。菲律宾以为抱上美国大腿就能高枕无忧，但他不知道这个年代谁跟美国搞在一起谁倒霉。选举之前，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论坛上大放厥词，他辱骂中国提供的化肥和燃料援助是包装和欺骗，叫嚣不管中国怎么粉饰都改变不了菲律宾的看法。与此同时，菲律宾现任总统还跟日本某个右翼政客勾结到一起，妄图瓜分台湾以东的专属经济区。既然对方不要体面，那就帮他们体面。中国外交部用前所未有的强硬措辞回应，直指此人不顾菲律宾民生福祉，毫无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秀。这番话等于告诉全世界，一个连本国农民的化肥、百姓的燃料都要当成政治筹码的国家，一个拿别人的善意当驴肝肺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安理会，也没有资格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投票结果让美国大吃一惊，菲律宾只拿到了美国基本盘的票，除此之外一无所获。这说明一个道理，得罪东方大国是没有好下场的。什么民主自由，什么反抗霸凌，那些口号都没用。在东方大国的意志面前，在东方大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现实面前，美国支持你又怎么样？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哪个国家才是未来世界的中心，跟哪个国家站在一起才能得到好处。联合国的那些墙头草怎么会投错票呢？哪个国家脑子不好使才会投票给一个隔三差五就在上3常之一的大国面前跳脚放狠话的小国？就连美国前总统来东方大国都得照稿念词，大家都是挣工资的，玩什么命啊？全世界似乎只有菲律宾现任总统等少数几个人不开眼，还总在大国面前跳。这次选举表面看是2个亚洲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竞争。菲律宾如此惨败，本质就是天下苦美久矣。现在东方大国带头反抗美国，其他国家也敢站出来唱反调了。当然，透过现象看本质，谁强他们帮谁，这个世界就这么现实。菲律宾这个烂国家以为抱上美国大腿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他不知道这个年代谁跟美国搞在一起谁倒霉。以前英美法3票再拉上几个小伙伴就够把菲律宾送进联合国安理会了。但是现在情况变了，过去2年巴以战争和美伊战争败光了美国，尤其是以色列的路人缘。现在东方大国明确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大家自然知道该怎么办。东方大国仅仅因为菲律宾防长大放厥词，总统跟日本政客勾搭就阻止他们当选吗？那都是最近的事。此前东方大国就对菲律宾非常不满了，主要就是因为菲律宾不知道感恩。这么多年，东方大国对菲律宾可谓是仁至义尽。菲律宾前任总统仅仅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不与中国对抗，就能换来几百亿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贷款以及大宗商品贸易红利。2021年，菲律宾国内面临疫情冲击，东方大国优先给了他们5000万支疫苗和大量防疫物资。2023年，由于俄乌战争导致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飙涨，当时菲律宾现任总统向中国求援，中国展现了大国风范，向菲律宾提供了2万吨平价化肥和石油。今年美伊战争爆发，菲律宾能源库存告急，农业生产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不计前嫌，不计较现任政府上台后的反华政，侧依旧向菲律宾提供了26万桶柴油，并加大对菲律宾的化肥供应。然而，现任菲律宾政府都做了什么呢？
他们上台以后，全面叫停了前任总统时期与中国谈判的多项大型铁路贷款，转而向日本等国寻求替代资金。菲律宾把中国踢出合作项目，中国企业只能认亏离场。不仅如此，菲律宾还屡屡在军事上与中国搞对抗，为美日军事介入南海提供后勤与供应链支撑，让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降低在中国南海作战的后勤劣势。而且在菲律宾国内掀起反华浪潮，前些天还抓了不少在菲律宾经商工作的中国人。这个政府反复无常，背信弃义，让你当了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那还了得？实际上现在东方大国正在对菲律宾进行反制。去年马尼拉的一场大游行废掉了现任总统的民粹能力，当时把他吓得躲进了美军基地。现在东方大国还各种给菲律宾前任总统家族送物资，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很明显，东方大国想借下半年经济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的时候推一波大的。按理说现任菲律宾总统只剩2年任期，东方大国没有必要搭理他，但是他现在实在太猖狂了，以为日美能够保住他。既然你有幻想，那就让你幻想破灭，让你接下来的2年任期非常不好过。同时这也给周围跃跃欲试想反华的国家一点颜色看看，如果你再继续学菲律宾，那么你的未来不会有好下场。东方大国在这一次选举之前并没有像美国一样挨个给各个国家打电话，东方大国只是充分利用整个世界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讨厌，加了点柴。你不是跟美国、日本、以色列好吗？那就让你感受一下，你跟他们跑有什么好下场。世界上所有想发展的国家，心都是向往发展和光明的。美、以、日肯定不代表发展和光明。美国债务缠身，制造业外流，整天给别人加关税，而且非常霸道。以色列逮谁铡谁，完全不讲理，破坏中东和平，导致海峡被封锁，全世界对他恨之入骨。日本制造业萎缩，抽象思维极度欠缺，而且还总想复活军国主义。东南亚各国能对他有好的印象吗？也就是说，跟着美、以、日混，名声不会很好。但是菲律宾现任总统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东方大国倒不是正在指引文明的方向，只是东方大国很聪明，他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与其说绝大多数国家是跟东方大国走，不如说东方大国站在正义的群众这一方，仅此而已。很多人问，这场选举中国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支持，吉尔吉斯斯坦不可能赢；没有中国的反制，菲律宾也不会输得这么惨。这次选举告诉全世界，所有国家靠反华获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前总有一些国家觉得，只要骂中国几句就能从美国那里拿到好处。这次菲律宾的惨败给所有国家都上了一课，挑衅中国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不仅是经济代价，还有政治上的代价，甚至涉及国内执政稳定的问题。这次选举还告诉人们，曾经在联合国谁上谁下是美国说了算，可是现在美国拼尽全力也没有把菲律宾送进安理会。这说明美国的霸权事实上已经不好使了。整个世界现在非常讨厌美国，之所以不敢大声反抗，是因为世界各国不敢得罪美国。毕竟美国有强大的军力和经济能力，但是你推选的国家我不选，这就表达了态度。现在全球南方对所谓的正道世界已经彻底厌恶了。菲律宾是东南亚最亲近正道世界的国家，正道世界现在搞错了重点，他们认为拼命骂中国、遏制中国、给中国加关税、给中国设限，就能够让全球南方对自己有好感。结果正道世界骂中国100次所造成的伤害，不如正道世界自己搞的那套抽象的价值观外交对自己的伤害大。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东亚这一块得罪东方大国，给正道世界当小弟，你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就算整个正道世界组团来挑衅，他们也挑衅不了。所以说，菲律宾非常短视，非常不知道自己在东南亚、东亚这一块应该做什么。我们越来越发现，东方大国现在很像一只巨型的章鱼，看起来行动缓慢，身段柔软，但是只要你成为它的猎物，你就会瞬间被它吞噬，然后被弄得连渣都不剩。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是菲律宾自1957年首次参选该席位以来，几十年竞选史上第一次落选，整个东南亚只有新加坡支持他。菲律宾混成今天这个样子，怪谁？
怪其他国家迫于东方大国的余威吗？还是因为美国、以色列、日本、新加坡给他造成了不良影响？所以说，菲律宾在这次落选以后，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以后自己应该跟谁走。如果继续跟美国、日本混，他在东南亚可能就混不下去，搞不好未来东南亚国家都有可能暂停他的东盟成员国席位。这次选举尘埃已定，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却刚刚开始。对菲律宾来说，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跟着美国搞反华对抗，等待他的只有更惨痛的代价。那个代价对于菲律宾这样的小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对于菲律宾人民来说，那将面临生活的困难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的困难。这对于菲律宾未来会造成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与中国对抗，向中国挑衅，不是小国应该干的事儿。但是菲律宾现在依旧在干这个事儿。所以说，菲律宾现任领导人如果继续执政，他会给菲律宾带来长久的负面影响。好了，兄弟们，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你也认同正义和理性，记得点个订阅，下期我们聊更劲爆的内幕。再见。